我有过很多和欧美女生约会跟交往的经验，不过几年前我刚出国的时候，其实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们认识，一个都约不出来。很多人之所以很难跟欧美的女生约会，最大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长相，更有可能是你缺乏有效的约会渠道，你认识的欧美女生太少了。接下来我会解释约会渠道这个概念，并且分享一些帮助你快速认识欧美女生的干货。那什么是约会渠道呢？我这里打一个比方，交往欧美女生的过程就好比是在销售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是你自己。如果你的产品没有销售渠道，没有客户知道你的存在，你就很难把自己给推销出去。那同样的，如果你没有约会的渠道去认识很多的欧美女生，你就会发现自己很难交到国外的女朋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认识一个两个，人家不一定单身，单身也不一定就对你感兴趣。所以呢，要想跟国外的女生顺利交往，第一步是要搭建你的约会渠道。渠道的话一共有4种。第一种呢，就是现在流行的约会软件 dating apps， 比如说 Tinder、Hinge、Bumble。第二种约会渠道呢，是白天搭讪。简单来说，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一个你心动的女生，你走上去跟人家打招呼，去要她的联系方式。那第3种呢，是在夜场去搭讪跟社交。所谓夜场，主要指的是酒吧、夜店这些地方。第4种呢，是社交圈子跟兴趣爱好，比如说舞蹈班、健身房、社交酒会等等。每个人适合的约会渠道不同，我这里先讲约会软件。我自己在世界各地都用过约会软件，也顺利的约出来过很多女生，这个是我的一些配对跟聊天消息。不过几年前我刚开始用的时候，也是基本上没有配对，或者说好不容易有配对了，那聊不起来，约不出来。正因为我自己经历了这样一个从失败到成功的过程，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该怎么样正确的去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照片跟外形至少要达到前 20% 的水平。根据主流约会软件的数据显示前 20% 的男人获得了 80% 到 90% 的配对。这意味着如果你现在还达不到前 20% 的水平，你就会发现在约会软件上非常非常难，因为你要和其他 80% 的男人去竞争那剩下 20% 的女生。很多时候即便你配对到了，也往往不是你喜欢的类型。那讲到这里，我知道有人会说，如果我的外形跟照片现在还不是很出色，达不到前 20%， 我该怎么办？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真的想在约会软件上有收获，那提升你的外形跟照片的质量是必须要做的。像我自己以前长相很普通的时候，我用约会软件基本上什么结果都没有，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们回到视频开头的那个比方，交往欧美女生的这个过程呢，就像是销售一款产品，这个产品就是我们自己。如果说你的产品质量本身还需要提升，比如说你的体型过胖或者过瘦，那不管你去找多贵的摄影师，或者你去多高档的地方拍照，都很难给你拍出好的照片或者展示面。我这里要提一点很多人常见的一个误区，就很多人以为女人只喜欢帅哥，自己目前不够帅，在网上就没机会了。这个看法其实并不准确，我自己也并不是什么大帅哥，但是我交往过不少国外的女生。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欧美女生更看重的是你的性张力。一个男人只要有性张力，即便他不是大帅哥，他同样能吸引美女。性张力这个概念有点抽象，我这里借助2个英文单词你就能够理解。第一个单词呢是 good looking， 第二个单词是 looking good。当我们说一个男人 good looking， 我们指的是他天生长得帅，他的五官跟骨相非常好。你比如说像吴彦祖王嘉尔都是这样的帅哥，这更多是父母给的，你后天很难改变，除非去整容。但是 looking good 不一样，它指的是一个男人整体的性张力跟性吸引力，它包括你的身材跟体型，你的发型，你的穿搭，你的自信跟气场等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好莱坞的华裔演员刘思慕，他并不是什么帅哥，但是很多欧美的女生都会觉得他非常的有性张力。原因很简单，他长期健身，他的身材、发型、穿搭都非常好。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成为吴彦祖那样的帅哥，但你并不需要长得像吴彦祖那样才能吸引欧美的美女，因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加有性张力。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以前的长相就非常普通，脸很虚胖浮肿，那我经过一系列系统的提升，彻底的改变了自己的外形。那具体在外形上要怎么提升呢？我的建议是2个大方向：穿搭以及健身，也就是 fashion and fitness。在欧美的文化里面，女人很看重男人的阳刚之气，所以健身是一定会加分的。穿搭的话，其实跟健身一样，甚至更重要，因为我们亚裔男性在国外容易被贴上聪明能干，但是外形上不够性感的负面印象。这当然跟西方媒体有意无意的丑化有关，比如说好莱坞的影视剧里，很多亚裔的男人的形象就是木讷，不受女人欢迎。所以我们需要在穿搭上面去花心思啊，我们需要去努力打破这样的刻板印象 ，breaking the stereotypes。如果你的第一印象让欧美女生觉得眼前一亮，让他们觉得，诶，这个男人怎么跟其他的亚裔男人穿的有点不一样，他们就自然愿意给你机会。我这里推荐4个穿搭的风格，分别是成熟稳重风、健身运动风、叛逆坏男人风以及韩流花美男风。每个人的年龄、个性、气质不一样，所以适合的风格也不一样。这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4种风格，因为我在国外接触过很多华裔、亚裔的朋友，在我的观察里，能顺利交往欧美女生的，基本都是走这4种风格。那第一种受洋妞欢迎的风格呢，是成熟稳重风。成熟稳重风给人的感觉是看起来比较商务，让人感觉你的收入不错。那这种风格比较适合已经工作了25岁到60岁之间的男士。成熟风不代表你每天要穿很正式的西服，你也可以穿大衣、夹克、牛仔裤，或者穿一些有质感的衬衫或者西裤。我之前在国外搭讪跟约会的时候就经常这样穿，那国外的女生也比较欣赏这种风格。我做过实验，如果我穿的很随意，比如一身卫衣、运动裤、运动鞋，我在约会软件或者搭讪上获得的成功远远不如我穿成熟稳重的风格。为什么呢？因为女人平时很少会看到穿得不错的男人，那你穿得好，能传递出一种你很自信、你在意自己形象的讯息。你穿的衣服也能间接体现你的收入跟社会地位，这2点都是女人非常看重的特质。我目前的一个学员在美国工作，我给他推荐的就是这个风格。那他在约会软件上配对到了很多美国的年轻女生。那第2种受国外女生欢迎的风格呢，是健身型男风。要走这种风格，你需要系统的去学习健身跟增肌，你要去健身房办卡。那这种风格的整体气质偏阳刚。我们知道欧美女生普遍的体型比华人的女生要大一圈，所以如果你想跟她们约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壮，一定是加分的。我从小也是偏瘦，后来经过1-2年系统的健身，我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健身同样会打破欧美女生对我们的负面刻板印象，因为大部分华裔的男人都是一门心思学习或者工作，不像欧美人那么喜欢运动跟健身。如果你看着跟其他人不一样，那女生自然会对你刮目相看。这一点在英语国家，比如北美、澳洲、英国尤其重要。第3种受洋妞欢迎的风格呢，是叛逆坏男人风。你需要有一些饰品，有肌肉线条，甚至有纹身。我以前也尝试过类似的风格，效果也是非常好。因为在欧美的文化里，女人很喜欢那种带点坏坏气质的男人，也就是所谓的 bad boys。在华人的文化里呢，如果一个男人打耳钉、有纹身，往往会被认为是渣男，不靠谱。但是西方的女生不这么看，西方的文化很崇尚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所以如果一个男人戴饰品、有纹身，他会被认为很有个性、叛逆不羁、有性张力。你去看欧美的很多明星，比如说 C 罗，他会打耳钉，你像贝克汉姆，他也有很多纹身。跟坏男人对应的一个概念呢，是所谓的好人 nice guys。 英文中有一句俗语叫 nice guy finishes last， 也就是说欧美的女生她
并不会优先考虑跟好人交往。女人往往是被坏男人伤透了心，才会去选择好人。大部分的华裔男生给欧美女性的第一感觉就是 nice guy， 他们会觉得他人挺不错的，但是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He's such a nice guy, but I don't feel the chemistry。 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外形看起来太过于安全了。我这里举一个听众的例子，他跟我说他跟很多白人的女生有过约会，但是一两次约会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形象上给人的感觉太安全，没有刺激感。那第4种受洋妞欢迎的风格呢，是韩流花美男风。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因为韩流巨大的影响力，欧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生开始迷上亚裔男性的长相。我们华人也是沾了韩流的光，交往白人女生呢，比起前几年难度降低了很多。所以如果你本身的五官比较精致秀气，你去走这种韩流的风格，你就很容易吸引到那些喜欢韩流的国外妹子。我有很多国外的华人朋友也是靠着走韩流的风格交往到了非常好看的白人妹子。讲完风格，我们再来谈谈身高的问题。那好的穿搭，它不仅能让我们看起来更有性张力，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显得更高。你像我的身高是1.74米，但是我看起来有1.8米。那我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我会穿鞋底比较厚的鞋子，比如说马丁靴、切尔西靴，或者说耐克的空军1号，这样鞋底就会给我增高3厘米。此外，鞋子里面你可以垫增高鞋垫，这样又是2-3厘米。最后，我的发型是这种视觉上显高的背头或者3-7分，这样又是2-3厘米。你看，通过一些穿搭上的小窍门，你可以瞬间增高8到10厘米。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个子不够高，你不妨去尝试一下。聊完网上约会，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第2个约会渠道，那就是搭讪。也就是你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公司旁边、健身房、大街上，去搭讪那些你觉得好看的欧美女生。如果说你能学会搭讪，哪怕你一天只搭讪2到3个，1个月下来就能搭讪60到100个女生，这样1个月至少是有好几个约会的。在我的经验里，只要你在我前面说到的这个穿搭跟健身方面下了功夫，你的长相超过平均，也就是说你的外形达到了6-7分的水平，搭讪的效果是远远好于 dating apps 的。为什么呢？这里我用一个商业上的概念，你马上就能理解了。这个概念叫准入门槛。那在商业里，如果一个行业没有任何的准入门槛，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轻松的进入这个行业，结果只有一个，竞争会非常非常的激烈，普通人会很快的出局。那同样的逻辑放在约会软件上也是一样的，约会软件的准入门槛几乎为0，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手机就可以开始左滑右滑，这就导致约会软件上的竞争异常激烈。而搭讪就不一样了，它的准入门槛非常的高，因为能搭讪美女的这个男人呢很少。你对于一个没有训练的人来说，搭讪确实很难，它有点像跳伞。没有经验的人第一次站在这个鸡汤的门口，身体会本能的抗拒，比如说心跳加快、手发抖、大脑一片空白。我以前刚搭讪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手会控制不住的发抖，然后我说话很紧张，会结结巴巴，甚至我转身就想走。但恰恰是因为难，才意味着机会，因为别人都不敢做，而你敢，那女生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搭讪代表了一种自信，代表了你不怕被拒绝，你敢表达自己对她的兴趣。在欧美文化里，女性非常看重男人的自信 confidence 跟男子汉气概 masculinity， 这也是为什么搭讪会让你加分很多。即便你不是大帅哥，他们会欣赏你的那份勇气。你想，亚裔的男性本来就给人一种话少、谦逊、内敛的刻板印象，而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你能够上去搭讪，这个女生会觉得他居然这么自信，他跟我之前接触过的其他亚裔男人不一样，那不妨给他一个机会。我自己通过搭讪约出来的很多女生，之前从来没有交往过亚裔的男人，也对韩流不感兴趣，但就因为我的勇气，就因为我搭讪时候体现的一些幽默风趣，他们愿意给我联系方式，也愿意跟我出来见面。就因为我做了一件事，
我打破了他们对亚裔男人的刻板印象。不过我知道很多人都有搭讪恐惧，那对于没有经验的人来说，要克服这种恐惧挺难的。但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搭讪恐惧它并不是性格的问题，它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能反应。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害怕被拒绝，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能够克服搭讪恐惧呢？像我以前也不敢搭讪，为什么我现在就敢呢？这是因为我用了正确的方法去克服自己的搭讪恐惧。那我这里提供3种快速克服搭讪恐惧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我称为僚机方法，也就是你找一个朋友或者僚机 wingman， 2个人一起出去练习搭讪。那这样的好处在于你们2个人之间可以相互督促，相互鼓励。比如说你看到美女你不敢去搭，她在一旁可以给你压力。比如说你被拒绝了，朋友也可以给你安慰。而且呢，我们也不想让朋友觉得自己很怂，所以跟朋友出去，你的胆量会大很多。在我的经验里，如果你跟一个朋友一起去搭讪，你的紧张跟恐惧会降低 50% 以上。但是如果你跟朋友出去还是不敢搭讪，那你要怎么办呢？我这里再给你一个非常有效也非常简单的方法，我管它叫做破釜沉舟法。什么是破釜沉舟？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项羽他在带兵打仗的时候，他为了让士兵拼命，他做了一件非常狠的事情，砸锅沉船，断掉所有的退路。结果他的士兵就是不想拼命也得拼命。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没有退路的时候，他往往能做出以前根本不敢做的事情。那这个逻辑放在搭讪上也是完全一样的，你要切断自己的后路。具体的做法呢，就是你提前给朋友转一些钱，比如说500块、1000块，你告诉他，如果我今天一个女生都不敢搭，那这笔钱就归你，如果我搭讪了，这个钱才能还给我。这样一来，如果你不搭讪，就已经不单纯的是在朋友面前丢面子的问题了，你会当场亏钱。而当你不搭讪的痛苦大于你去搭讪的痛苦，你自然就会去搭了。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你去找一个约会教练，1对1的提高。那一个教练他不仅能帮你克服搭讪恐惧，他还能给你很多的反馈，比如说纠正你搭讪跟约会时的一些错误。有的人搭讪了很多女生，但是要不到联系方式，或者要到联系方式之后约不出来，那大概率就是搭讪的时候的肢体语言、眼神表达出了问题。好，聊完搭讪，接下来就是认识欧美女生的第3个约会渠道，就是通过社交圈子跟兴趣爱好去认识女生。比如我之前一个北美的听众说自己会参加 speed dating event， 有的人还会通过跳舞去认识舞伴。那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需要在 dating app 上跟一大群男人去竞争，你不会因为一张照片就被筛选掉。我这里推荐一些大部分人没有听说过的地方。那第一个地方是国外的奶茶店，很多人不知道，在国外的奶茶店里要认识欧美的女生非常容易，因为去奶茶店的欧美女生大概率对亚洲文化感兴趣，很多去亚洲旅游生活过，交往过亚洲的男友。当然了，你再容易你也要主动跟人家搭讪才行。第二个地方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在国外有一些女生在学习中文，她们对于中华文化比较感兴趣，你去认识这样的女生，她大概率对你的兴趣会比较高。那要找到这样的语言交换活动其实很简单，你只要上 Meetup 这个网站，然后搜你所在的城市加上语言交换。比如说这里以纽约为例，可以看到参加的人非常多。 OK， 我们来讲认识欧美女生的最后一个约会渠道，那就是夜场。在夜场认识女生本质上是搭讪的进阶版，它相当于你搭讪女生的场景从白天变成了夜晚，那它的难度略高于白天搭讪，对个人外形的要求会高一点。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在白天去搭讪女生，那么就可以去练习夜场的社交。我这里推荐一些很适合华裔男人认识欧美女生的夜场地点。那第一个是韩流 Party， 所谓韩流 Party，也就是以韩流为主题的夜店活动。那跟一般的 party 不同，参加韩流 party 的女生远远比男生多，有的时候比例甚至夸张到5:1甚至10:1，而且他们基本上都交往过亚洲男友，也非常喜欢亚裔男性的长相，所以你要在里面认识女生交到女朋友并不难。
我之前在这些韩流 party 里认识一些就长相看起来很普通的华人，那在里面也找到了女朋友。那要怎样参加这些韩流 party 呢？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你的城市名称加上 K-pop party， 比如说这里以伦敦跟纽约为例，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相关的信息。可以看到我这里没有提到任何西方国家的主流夜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1.8米以上，你长相不是非常的帅，那在北美、澳洲、英国这些地方的夜场，你没有多少优势，因为很多身高1.8米、1.9米的这个白人帅哥也在里面，我们华人很容易就被比下去了。而如果你选的是我前面讲的韩流 party， 你会发现认识外国的美女不要太容易，那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竞争小。西方国家的主流夜场竞争过于激烈，男的也远远比女的多，所以我并不是很推荐。